大家好，我是毛东。不是说脱口秀行业快不行了吗？这一个小强班虎视眈眈在这儿，兵强马壮。又来上海录节目，朋友们，多少有点不习惯，因为现在上海物价我觉得有点太高了，真的。就是之前他们老跟我说上海有什么沪币汇率1:3，我以为是开玩笑的。我这次一来，我觉得汇率是不是会浮动啊？你们？啊，涨太快了，我啥都贵。我发现那个面包怎么那么贵？面包不应该是粮食吗？你们上海是不是立法把这个15块钱以下的面包给取缔了？我前2天进了一个面包房，那个面包房里我转了一圈，最贵的面包128块钱，128一个手撕面包。谁的手撕的？哎，谁的手能有这么值钱、这么金贵？朗朗，只能是朗朗给我撕的。朗朗，他那个价签上还特别恬不知耻的写说：“哦，配料表很干净。”什么都没有，你卖我128，不是在我的认知里啊，就是如果一个面包你要卖我很贵，你要卖我128。你料得给足，你要不然有点什么高端的技术，要不然有点昂贵的食材。128，你卖我一个什么燕窝马卡龙，佛跳墙慕斯，这差不多。你说佛跳墙慕斯128，我说好，给我拿半个，这是可以的。哎，我不理解，啥都没有，你卖我128。哎，在我的记忆里啊，在我长大的时候，我的童年，我走进河南郑州一个最高级的面包房，里面最贵的面包，15块钱。而且里头什么都有，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什么豆沙、葡萄干、肉松、比特币、马尔代夫双人游机票啊，还有个朗朗。这是一个好面包应该有的素质，朋友们。面包很贵，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我来上海，他老跟我说健康餐啊，说健康餐，什么叫白人饭？我一看不就是沙拉吗？一份85块钱，他们还管这个叫吃草。哎，85块钱这么贵的草谁在吃啊？高级牛马。崩溃了。哎，咖啡也是，我真受不了了。我知道咖啡在上海被吐槽很多了，但我是真事儿很意外。前几天我跟朋友约在一个徐汇区梧桐区的咖啡厅，我先到了，我说那我点吗？我跟那个店员说，我说那个菜单给我看一下，他说 menu 吧，我说 menu， 就是菜单的意思。我拿着那个菜单一整本，里面各种各样的咖啡，但他只把一款印在了封面上，那款咖啡叫什么手冲龟下咖啡，标价298元。该问什么咱们也都知道了，谁的手冲呢？啊，朗朗你还兼职啊？你这人生真是旷野呀，谁也管不住你。我最夸张的时候问他，我说能加冰吗？他说加冰还要加30块钱。我说为什么冰也这么贵啊？你是加的很快吗？冰柜神速。对不起，我还上网查了一下，为什么这个龟下咖啡这么贵？他们跟我说这个咖啡豆特别好，有什么花香、果香，还有一股难得的茶香。我想要茶香，我花298，我去便利店买74.667瓶绿茶不好吗？网上还说这个龟下咖啡豆贵，原因是它产量不高，它原产于非洲大陆的什么埃塞俄比亚。我查了一下，埃塞俄比亚人均年收入7500人民币。我花298，我在上海市徐汇区的咖啡厅，我买一杯咖啡，帮我最多提神4个小时。我花298，我在埃塞俄比亚，我可以雇一个青壮年非洲小伙，以每10分钟的频率扇我巴掌，给我提神14天半。
这个小伙身体健康，本科学历，会做手撕面包，英文名叫 Menu。我甚至可以只雇他14天，朋友们，最后半天我俩可以一块儿录一个那种非洲友人祝你生日快乐的视频，啊，我还能赚钱。开玩笑，开个玩笑啊！在这个段子的创作过程中是没有任何非洲友人受到伤害的啊。到最后，那我这298的咖啡，我肯定也是不舍得买啊。但我又不好意思不消费，我就只能跟那个店员说：“我说那啥，我说30块钱给我拿杯冰吧。”就讲这么多吧，谢谢大家，毛东，谢谢。Hello， 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毛东。大家好，朋友们，哎，最近你有没有看一个那个消息？就是据说退休年龄从60延迟到65了。看了。我爸今年62了，本来已经退休2年了。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爸吓一跳，他还问我呢。他说：“我这2年是不是算gap 呀？”他以为还要回去上班，朋友们，我甚至觉得他宁愿回去上班，因为我爸他享受不了退休生活，他没爱好。我之前尝试挖掘过他的爱好，我问过他，我说：“爸，我说你业余时间喜欢干嘛？”他说他喜欢抽烟喝酒打牌。我说：“爸爸，爱好和陋习之间呢，还是有些区别的。”爱好，朋友们，一般需要你付出努力；陋习只需要付出一些寿命。我爸说：“那我爱好遛狗。”我说：“遛狗现在已经快成你的陋习了，陋习要付出寿命。”我爸遛狗主打付出一个狗的寿命，他太好遛狗了，他遛狗太狠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有多好遛狗。前几年我老家郑州有一次下大暴雨，我当时看了新闻之后很担心家里，打电话慰问他们。我说：“爸爸。”我说家里雨大不大？他说可大。我说水深不深？他说水已经过膝盖了。我说没事就别出门了。他说中。我说你这会儿干啥呢？他说我遛沟了。他遛沟了，水都已经过膝盖，他去遛狗了。朋友们，我家狗是个泰迪呀，就这么高。我说爸，你想让狗死你就直说。就我家狗那个身高，朋友们，3狗叠一块都活不了一个。正常情况下来说啊，我爸喜欢遛狗，但狗也喜欢出门，完美。直到前2年，我爸开始沉迷一个那种走路能够攒步数赚钱的那个 APP， 他就开始试图用这个 app 填补他的 gap。我爸自从有了这个 app 之后，每天固定出门为这个 APP 打工6到8个小时，就纯走。我帮他算过。1个月大概能赚1块7毛5左右，而且我爸主要是每次出门都带狗，狗崩溃了。我家这个狗泰迪哦，它叫毛毛，今年15岁了。按照人类跟狗这个1:7的年龄换算，105岁老太太，一个100岁老人，天天跟着我爸出门高效燃脂，6到8个小时，哎。我家狗现在8块腹肌 ，BMI 只有9，体脂巨低，健美老太君属于是。上次我回家，我爸要遛狗，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主动邀请他说：“毛毛，走吧，出门转转吧。”我家毛毛，105岁的老太太，用尽她毕生的智慧和演技，在那儿装傻。哎，谁是毛毛啊？我是毛毛吗？有些忘却了。我爸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他说，要不，咱给狗也配个手机，注册个账号，1个月可以多赚1块7毛5。我说爸，我说咱就算这个2手手机500块钱，24年才能回本，而且钱的事儿咱暂且不提哦。24年，毛毛是不是有可能撑不了那么久？狗在旁边说：“撑不了，撑不了，撑不了，撑不了。”我爸说：“手机只要不坏，咱可以换狗啊。”我说：“哎呀，你挺能啊，爸爸，这么创新的劳动关系让你给发明出来了，世袭打工狗。”你想啊，我家狗最开始来我家的时候，也不是因为简历有多优秀，能力有多强，就是因为便宜。应届生吧，属于是。
后来刚来我们公司之后，对领导极尽谄媚，非常能产生情绪价值，一叫名就来，给个饼就接，还特别能舔。到最后才发现，哦，这领导是个傻缺，天天为了1块多的项目让他累死累活，但他想走也不敢走，年纪大了找不到下家，你出去怎么说？别人面试问你说，今年年纪多大了？过35了吗？刚过1点儿，105了。真的，我家狗现在，我感觉已经对于流浪狗啊没有什么优越感了。之前它是不太看得上外面那些灵活就业的狗的，觉得不稳定，天天在外奔波。现在它也自己天天在外奔波，而且奔波的很稳定。我自己后来发现啊，就是我爸天天折腾狗，我也有责任。我陪伴太少了。有一次我良心发现，打电话给我爸说：“我说爸，最近我忙完了，回去多陪陪你。我说家里缺啥你跟我说，我买。”我爸跟我说，狗说还缺个手机。讲这么多，谢谢大家，毛豆是毛豆。又来上海演出了，几年了已经。每次来上海我都特别感叹，朋友们，就是上海太洋气了。前2天去了一个朋友聚会，聚会上1半人都有英文名，另一半老外。我没有英文名，哪怕我当年甚至还在国外上过几年学，我都没给自己起过英文名，我用的是我的中文名拼音，东拼音是 DONG， 美国人是这么叫我的，懂？哎，跟我河南老家农村那个傻三叔叫我是一模一样的，朋友们。每次我去星巴克买咖啡，店员做完那个咖啡叫我说 Mao 等，我说哎，三叔。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我说这想我的风到底还是从郑州刮到了大洋彼岸呀。哎，最近又获得了一个新称呼，朋友们。最近有时候遇到一些新朋友，会出于尊重叫我毛东老师。这个称呼我不是很喜欢，而且最近甚至有了点阴影，朋友们。有一次非常不愉快的经历。有一次我骑着电动车去赶演出，在北京，我在路上看到一辆汽车，它变道没打转向灯，差点挤到了一个也骑着电动车的老大爷。那个大爷跟他理论，司机态度特别恶劣。我当时真的火就起来了，我说这太不尊重我们骑手群体了。我当时就驱车上前，我说我要跟这个司机理论一下，我想骂他2句。但有时候人是这样的，我太激动了，我嘴已经张开了，但我还没决定说啥，我就只能在这那司机也懵了，司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纯粹的不含任何信息含量的开场白。我俩收拾了一下心情，正式开始对线。我们非常激烈且全面地问候了双方的亲属。我跟你说，那骂的可脏了，但骂了有1分多钟。我最后说，我说有种你给我下来，因为在咱们北方啊，当你吵架吵到一定时间的时候，总要有一个人率先发出这种邀约，要不然会显得非常的尴尬。我当时想好了，只要大哥下来，我就立马驱车驶离。我不是怕他，我主要是怕耽误演出。我当时想了，我说大哥这么着急，他不一定会下来吧。大哥那天挺闲，大哥就一边开门，一边冲我叫嚣，他说小子有种你别走。他这话说到一半，他愣住了，他说小子有种你别。毛东老师。尴尬，朋友们，真正的尴尬不是大吵大闹，而是在你使尽浑身解数展现个人低素质的时候，对方突然向你发送了一个尊重。我真的太害怕这种场景了，我这人本来就好面子，自从干了这一行，干了这个工种之后，不瞒大家说，虽然不是啥大明星，但有时候有些观众会认识你，我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就2个，一个是在外面吵架被观众认出来，
一个是在外面讲价被观众认出来。哎，这个也发生过。去年上半年我去大理旅游，订了一个民宿，350块钱一晚上。我 check in 的时候，我说你这淡季，我说你便宜点吧，你350块钱，我说你便宜50，都是学生，你便宜50。然后那个姑娘说，哎，她说你是那个讲脱口秀的毛东吧？我说原价就可以了。再给我涨20%也是可以的。我好面子，我生怕人家看不起我，所以说当那个司机开车那大哥把我认出来的一瞬间，我太尴尬了。但是人家满脸陪笑，咱怎么办？咱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就只能装模作样，娇嗔般的呵斥了他几句。我说大哥你也是，我说你这不能因为喜剧审美好你就出门不遵守交通规则啊。说到这儿没话可说了，我只能转头说那个大爷。我说大爷你也是，你出门不能总依赖别人遵守交通规则啊，男孩子出门也要保护好自己。这么多年了，咱俩还骑电动车，工资涨没涨，努没努力，反省过没有？反正这事儿之后我是明白了，朋友们，我是担不起毛东老师这个称呼了，大家之后叫我毛董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我毛董。嘿，大家好，我是小鹿啊。谢谢。前段时间刚办了婚礼啊，今天谢谢啊。今天穿婚纱来呢，倒不是因为我多么的爱结婚啊，只是因为这个婚纱我买都买了，我想穿着它嫁人，也穿着它骂人啊。我的这个婚礼搭子呢，是一个比我小5岁的澳大利亚大男孩啊。喜欢送给你们啊！我过去就是我们备婚备了一整年，我过去一整年一直在紧张的备婚，而他也一直在正常的生活。他太松弛了，哎，我每天搞婚礼，哎，搞这个婚纱，搞伴手礼，搞婚鞋，搞7搞8，而他搞不清状况。甚至在婚礼前1个月，他还问我，哎，我们公司安排我出差，我可不可以婚礼前1天才到？我说你也可以后1天才到。太松弛了，而且伴郎团一到达中国，他就跟伴郎玩去了。我说你要跟我筹备婚礼，怎么整天跟伴郎黏一起？怎么你也是来参加婚礼的吗？他说可是我跟伴郎们好久不见了，我觉得婚礼期间我应该多跟他们在一起。我说怎么你们的小别胜过我们的新婚？太裸了，不知道能拿多少票。伴郎团就更松弛了，他们在我们婚礼彩排前就完全喝醉了。最后彩排啊，是所有的伴娘团啊，像赶猪一样赶着他们走直线。哇，那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伴郎伴娘必须一一对应，因为每个伴娘必须1对1定点帮扶一个伴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问他，我说你找伴郎不能找点靠谱的朋友吗？他说靠谱的早结婚了。太夸张了啊！结婚真的很伤感情。结果就知道了啊，婚礼的极限压力啊，真的是会让你断情绝爱。就你到那一天，因为那个压力之下，你会越看他越觉得他一无是处，是个废物。我们婚礼司仪说中文，我新郎听不太懂。平时我觉得挺可爱的，但那天我觉得为什么你中文这么差？你是外国人，这是理由吗？哎，你都来中国8年了，5岁的话筒中文都比你好。一般我生完气呢，他就会睁着他无辜的蓝眼睛看着我，我就会迅速的熄火。但那天他越看我越生气，我说看什么看？为什么有色眼镜看我？到了婚礼前夜啊，我的紧张焦虑达到了顶峰，我对着我的伴娘团爆哭。其中有一个伴娘为了宽慰我，就说：“姐妹，还来得及。”你可以，我说不可以。
你知道我这一年我婚纱试了多少件，婚鞋换了多少双，我跟策划公司吵了多少架啊？我的宾客排座搞了多少版？我不会因为一个男人的愚蠢和懒惰影响我婚礼的完成。这个婚必须结。哪怕今天结了，明天离。哎，我的婚姻可以失败，但我的婚礼不可以。婚姻是2个人的事情，但婚礼是我1个人的项目。然后我的伴娘说：“可是你值得更好的。”我说：“没有任何男人值得我再办一次婚礼了。”然后我伴娘说：“可是，说明你这么说，说明你还爱他。”我说：“哎呦，爱不爱的，现在爱了不爱了不重要，重要的是来都来了。这个婚他在劫难逃。”当然啊，这个婚礼上拉垮的也不光是新郎和伴郎啊，更拉的还有我爸。在我们那个仪式上啊，说誓词这个最浪漫的环节，全体宾客泪洒现场。这个时候，我爸手机铃声响了。当时我正在泪眼婆娑的跟新郎说：“谢谢你带我爱上我自己。”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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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后我爸偷感很重的。毫不犹豫的起身去接电话，我余光还看到我妈抓了我爸一把，没抓住。本来我的眼泪止都止不住，那一下止住了。仪式结束之后，我就问我爸，我说：“爸，刚才是你们单位要上市了吗？到底是谁的电话？”然后我爸说：“没啥，一个诈骗电话。”我说：“爸，我这辈子可能就结这么一次婚。而你被诈骗的机会成千上万，什么诈骗这么吸引人，非得当时去完成？哎，等我结完婚，你想怎么被骗就怎么被骗呀！哎，这是我的婚礼耶，我正在经历人生最大的诈骗。”现在我的婚礼已经结束了。但是啊，婚礼对我的伤害还在继续。前2天有一个朋友来问我说：“哎，小璐，你们婚礼上的鸡尾酒好好喝，可以推荐给我吗？”鸡尾酒是整场婚礼新郎唯一负责的东西。我说：“你去问新郎吧，这是他弄的。”我朋友说：“哇，你好幸福啊！你们婚礼都是他弄的吗？”我发现啊，多数婚礼好像都是这种模式，就筹备模式都是新娘歇斯底里，新郎事不关己。为啥？可能就是因为所有的影视文学作品都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每个女孩都向往着一场完美的婚礼，谁向往谁买单嘛，对吧？所以甚至现在很多婚纱店都是这样，租新娘的婚纱送新郎的西装。我觉得凭什么婚礼只是女孩子的幻想啊？都可以幻想起来呀，对吧？哪个男孩不向往着一场披荆斩棘、酷炫逆天的婚礼？你可以在婚礼上穿上你最帅的夜光变形盔甲，踩着你最帅的 AJ， 站在你最爱的无人驾驶挖掘机车顶上，突突突突突的入场，单手空气投篮，另一只手握着你又粗又直又亮的光剑，跟新娘的前男友一一决斗。在即将迎娶新娘时被岳父退婚，你邪魅一笑，振臂一挥，伴郎团的 Seven、迪迦、诺亚等74名奥特曼从天而降，问你相信光棍吗？全体宾客下跪，对你高喊恭请龙王归位。好，谢谢大家。大家好，大家好，叫大老王。然后我是个北漂，然后现在今年还在找房，但我今年对租房的要求非常高，因为我已经31岁了，我不是个吃苦的年纪了。我今年想租一个好主卧，那种南北通透、地铁上盖、园林景观、顶级物业的好主卧，预算3500。我把我的所有筛选条件在找房软件勾选完，点击确认，给我订回了老家内蒙。真的很难找，而且那些中介说话真的很离奇，跟我说是个套房，
进去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说你这是个俄罗斯套房，20平的房子，跟我说能住3个人，每个人还有自己独立的房间。我说你怎么住下的啊？你是先放了床后垒的墙吗？理解不了，真的，这2个月基本每天都在看房，从早看到晚。我这2个月基本上算是全职看房。人是不可以全职看房的，精神会不太正常。我那段时间我就开始乱看，北京东南2环，广渠门，看了个280平的别墅。乱看你还不让我看吗？东西朝向的别墅，卖6000多万，我觉得这个房子有问题，房东的钱来路不正。哪有正常人花6000多万买个东西朝向的房子的？我租房3500，看的全是南北通透的。正好那2周我妈退休，我妈来北京，我妈看，我妈说儿子，妈妈来过很多次北京，故宫、颐和园、长城，妈妈都去过。你在北京待了快10年，你带妈妈看看你眼中的新北京。第一站，带我妈去了国贸的早高峰。下来看了个隔断，直接给我妈看崩溃了。我妈说：“儿子，你在北京3000多块钱住的地方，连窗户都没有吗？实在不行，妈妈给你买下来吧。”我给我妈看了眼房价，我妈说：“儿子，实在不行，实在不行。”你总不能天天带着妈妈看房子，真的很辛苦。所以我妈待的那周，基本上我妈就每天在家躺着，我去看房，白天看房，晚上告诉我妈找不到房子消息，白天晚上。第6天的时候，我妈崩溃了。我妈说：“儿子，那个妈妈准备回老家了。北京这个城市好奇怪呀，怎么躺着就焦虑呀？”你也早点回来，这儿老家更适合咱们。你想，你回老家是可以得到大房，你表弟去年买的房子多好。我想到去年我回老家，我表弟在我老家内蒙古乌海市自己全款买了个180平的房子。180平房子太大了，我没去广渠门之前是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大的房子的。180平房子太大了，你们知道180平房子有多大吗？太大了。他家有个房间居然叫衣帽间，衣帽间，衣服有属于自己的房间，衣柜不够你睡吗？我真正崩溃的瞬间是上厕所，他有个智能马桶、感应马桶，去了不会上，我去了就不冲水，急得我对着马桶开始打太极，边打边懊恼。我说从北京到内蒙不会冲水了，内蒙以前都不用冲水的呀。我在北京做互联网的，不会冲水，我天天跟人赋能抓手打通上下游，这上下水怎么打不通了？最后是我表弟进来帮我把水冲掉的，把我北漂所有骄傲都冲走了。出去以后真的很悲伤，我妈很兴奋，妈说儿子可以回老家吧，你看老家什么都有。我说妈，我好像住差的住习惯了，我离不开北京的这些生活方式，离不开这些连锁店，离不开兴什么课，卖什么劳，优什么酷。我妈说啊，这些老家都有。我专门去看了一下老家的兴什么课，还是不太一样。老家的兴什么课里面，大家真的在喝咖啡。没有人掏出来苹果电脑装的，大家真的在聊，说这个兴什么课的奶呀，用的肯定不是呼伦贝尔的。我妈说你回来可以找个稳定点的工作，比如像妈妈一样当个中学教师。我说妈，你不知道吗？你所在的内蒙古乌海市第4中学的中学教师，要研究生学历的。你儿子今年31岁了，英语4级还没过呢。而且你想想，你儿子从事过2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在互联网公司当产品经理，产品经理最出名的一本书
叫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第二份工作，脱口秀演员。脱口演员最出名一句话叫：“你儿子这2份工作呀，都没门槛的。”是我不想回老家吗？你有没有想过，有的人只配去北京？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庞博。不要紧张，好吧？不要紧张。好久不见。我站在爱奇艺这个台上，我其实现在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从南极来到了北极一样，环境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周围没有一个我的企鹅朋友。哎呦呦，太硬了，太硬了。还好有我的老朋友在，是吧？宇宙老字号京都念慈庵，谢谢，感谢念慈庵啊！很久没有讲过这种带商务的脱口秀了，真的，我感觉一切都回来了。有了京都念慈庵，轻舟已过万重山。哎呀，你们也知道是吧？就是去年 gap 了1年。而我是那种特别需要稳定的生活能带给我那种安全感的人。你知道去年我甚至重新注册了好几个那种求职网站的会员，我就想看一看，哎，会不会有哪个文工团正好在招聘一名幽默帅哥呢？是吧？而且我从小就这样，你知道小学的时候寒假30天，然后寒假作业有60页，我就会进行一个严格的规划，我每天要写2页，不能多也不能少。我同桌看到之后就非常的震惊，说你有病吧？我说咋的？难道你一天写60页？我们根本就没有写呀。但是我就是特别需要这个规划在我这里，甚至我只有初1、初2、初3这3天是休息的。大年30我都要写完作业再吃年夜饭。我爸妈看到之后都说：“孩子，你这个调休好不合理呀。”而且。就是讲脱口秀之后，我这一点的感受变得尤为的强烈。你也知道我的那些脱口秀演员朋友们啊，每天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是吧？红尘作伴，潇潇洒洒，从来不为明天担忧，因为今天很有可能就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每次看着这些朋友，我时常就觉得，他们好像就是草原上自由奔驰的骏马，只有我是沉迷拉磨的驴。我们一样讲着笑话是吧？但是驴唇不对马嘴。我平时跑步，他们都说我跑的是驴拉松。而我们这种驴系男孩呢，我们这种驴系男孩最害怕的，跟打印机是一样的，就是突然之间没墨了。去年我经常会在一个咖啡馆在那儿写段子，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样子。是的，真正的驴是可以做到没墨硬拉的。有一天我就写累了，我的眼睛非常的酸，我滴了一点眼药水，我在那边这样休息。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我桌上多了一杯热水，下面压着一张便签纸，写着“会过去的”。我一抬头，那个店员，你们有被那种陌生人突如其来的关心刺痛过吗？会过去的，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我遇到的这个坎儿，还是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我第一次喝一杯热水是吧？但心里凉凉的，真的。但是去年一整年没有拉磨之后，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其实人是可以不拉磨的，也没有什么坎儿是永远过不去的。所以今年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发现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讲我自己最想讲的东西。所以最后，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这1年来我在那个咖啡馆写过的我最喜欢的一个段子。你们大部分人会后悔这个鼓掌。你们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有没有那种班级之间那种合唱比赛，是吧？我们都知道这种比赛比的不是说你们班到底有几个唱歌特别好的人，就是看你们班到底有几个人唱歌完全没有调，是吧？就什么乐器、和声、声部全都没有用，只要有一个人在旁边唱天无爱，你们班就废了，对吧？10个那英压不住1个杨丽，那一力降10会，是吧？所以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我们班就非常非常努力的练习，大家都不想拖别人的后腿。就我们班主任看到我们这样就说：“不要紧张，好吧，不要紧张，放轻松。我有办法，我有秘诀啊，我能帮大家解决这个走调的问题。”我们就都很好奇，就是到底能有什么样的方法？班主任不着急，等到自习课的时候，班主任前门、后门全都锁好，整个窗帘全都拉起来，窗户也都锁上。我们都很激动，说这么神秘，这是要干什么？怎么什么样的方法？然后我们班主任说，这就是我的方法，只要我把门窗都锁好，我就能确保咱们班没有一位同学会走调。这个就是我过去1年最喜欢的段子，很高兴和大家重新认识一下，我是庞博。但其实，这也是我认为脱口秀最好玩的一部分，就是来，我这儿有一个好东西，一定要让你看一下，来，然后我带着你，我们2个一起徒步走了3个小时，走了10公里，我就是为了给你看一坨垃圾。好在你也不会生气，因为整段路程我都是陪着你一起走完的，没关系，会过去的。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77，一直有观众说我长得像杨天真。今天第一次见到本人，真的好像一起美丽又大方。而且我去年也干了一件大事，我去年减肥瘦了40斤。能从一些人的脸上看到疑惑呀，心里在想，这是减肥前减肥后啊，这是格局小了。朋友们，别看我现在不瘦，我以前更胖，而且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很胖，所以这次减肥让我第一次发现，哇，原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锁骨。然后我的生活也变了，首先是我的电动车，它同样的电量可以跑得更远了。我的穿衣风格也变了，我之前只穿宽松的衣服，因为遮肉，我现在主打一个露。去年一整年一件 T 恤也没有买过，全是吊带儿。哦，今天没有穿，节目组不让。我也开始在朋友圈里面发一些以前没有发过的那种好看性感的自拍照，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我刚发完，有一个3年前的前同事过来找我聊天，他说：“美女，晚上好。”我说：“你好。”他说：“认识一下。”我说：“我们已经认识了。”但他的下一句话好震惊我，他说：“哇，你好会撩啊！”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确实比以前好太多了。我以前被人造过一个很离谱的谣言，我才发现我的人生不是没有观众，只是我之前没有看到他们的 report。他们造我饭谣，他们说我吃得多。哼，有人在想，不一定是谣言吧？他们是说我在演出结束之后的聚餐里面吃的太多了，给请客的俱乐部老板吃生气了。这么离谱，竟然真的有人相信，这肯定是谣言吧？因为你们想，就算俱乐部老板真的生气了，他怎么跟别人说呀？他说：“那天我请演员吃饭，我有个叫77的也吃太多了。你说我这个人小气不小气？是吧？没有人会这么讲的吧？”就是他这个算是一个八卦，也算一个谣言，让我觉得好羞耻。因为我以前不知道吃得多会被嘲笑，我一直以为吃得多很可爱呀。是吧？偶像剧里都是这么说的，女主角吃得多，男主角就会很宠溺的说：“真是个小馋鬼呀。”哪个男主角会说：“你是饿死鬼吗？”你跟别人说有一些女明星啊，特别爱立吃货人设，她们根本就不合适啊。有一个女明星说她每天喝8杯奶茶，网友都不信嘛，说她好茶呀。但如果我说我每天8杯奶茶，你们只会觉得肯定是好茶。
我不喜欢这个八卦，还有一点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八卦显得我好傻呀。就是你们想一想，我们这个行业其他人都是什么八卦呀？抄袭、离婚、亲嘴儿。别的不说，他们至少像个成年人吧。只有我每天在那嗨嗨吃饭。我当时真的很担心，不会有俱乐部嫌弃我吃的多，不请我演出了吧？我不会因为吃饭而吃不上饭吧？我就赶紧去找我经纪公司的老板商量，我说你知道外面传我什么吗？他说知道，说你没礼貌。我说这个我倒是不知道。我就跟我老板说，我说那现在怎么办？我的饭也要在外面沸沸扬扬的。他说你以后在外面少吃点吧。我说这就是你控制舆论的方法吗？以后我在外面只能夹起嘴巴做人了。他说那也是没有办法，女生哪要像你吃那么多的，不体面。我当时好委屈，我说饭量大就不体面了吗？女生也太容易不体面了吧？我都有点生气了。我争取什么素颜自由、穿衣自由，本末倒置了。从今天起，我就争取吃饱自由。我要做拒绝饭羞耻的新时代女性。我的前辈争取了上桌吃饭，我要争取上桌吃饱。谢谢你们。哎，大家好，我叫翟佳宁，哎，谢谢，真的，人生中第一次来到这么大舞台。老翟家祖坟冒青烟了，真的，我给各位讲讲我之前从事脱口秀之前的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我刚步入社会第一份工作是一个环保工程师，朋友们，不是扫大街那种。环保工程师主要负责什么呢？主要负责就把咱们人类在城市里产生这个垃圾呀、粪便呐、剩饭剩菜，送到咱们人类永远看不见的地方。所以一般呢，咱们管打工人叫社畜、牛马，对吧？我不是，我属于那个社大肠杆菌，我属于分解者，真的。我那种出差地址，真的朋友们就特别偏僻，偏僻到什么程度？就是连人类都看不见。如果你们平时出差叫出差，真事儿，我平时出差应该叫流放。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出差那个地址，是我领导用 Word 文档给我发过来的，地图上标记不到那个地方。他说：“翟，你这第一次出差，咱先去这个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安国镇朱王庄村口向西走3.5公里，找到一个加油站，再向苞米地方向走2.5公里，遇见联络人徐工，使劲询问。”真的。我发誓，朋友们，那是我长这么大头一回在一个地址里头看见一个人名。就我那个地方有多偏僻，我算了一下，杭州到上海是170公里，我那工作地点最离距近的快地点201公里。真的，我跟你讲，我们那儿花钱特别费劲。有一次我们一个工友过生日，我们说必须要奢侈一把买一个蛋糕，查了一下，最近的蛋糕店是在山东省。那个蛋糕店的备注特别真诚，说无论您在哪儿，我都给你送到。我们一方面看了之后特别感动，一方面又决定要给他上一课。我头一回啊，看到一个外卖员把蛋糕送到咱们店里头，送到咱们那个厂区里头，跟咱们真诚的说你要是兄弟，你就给我刷一个1星差评。我可再也不敢再来了，真的。不干。但是呢，他当时跟我们相处的特别融洽，当天他是甚至陪我们过完生日才走的。他不充电，那电动车实在是跑不了了。就怎么说呢？这个工作啊，钱少事儿多，离家远，而且现场都是男性，脾气都不特别好。我永远忘不了我跟工地大哥有一次最辉煌的战斗。20年夏天，我巡视现场，看到一个工地大哥，他一边冻电焊一边抽烟，我就过去批评他，我说你能不能干？不让抽烟，不能干就走啊！我离开他大概就3米，我耳后就传来了特别不和谐的声音，说你个小星号。
跟我装你个星号。朋友们，就当这句话传到我耳朵里之后，整个空气氛围就凝固了，你知道吧？大家也能听出来是吧？就我体内流淌的这个契丹人的血液，还有就是说来自咱们大辽的荣耀，是不允许我在中原这片土地上听完这句话之后无动于衷的。我小时候如果跟别人打仗没打过人家，让我爸听见了，我爸绝对揍我第2遍。我们老翟家的家训就是 Don't argue, just fight， 真的。我当时没有任何犹豫，一拳就打那大哥脸上了。整场战斗就此拉开了序幕，特别的激烈。朋友们，激烈到什么程度？就整个工地现场都充满着我的哀嚎，真的。衷心给各位一个建议：一见工地大哥生气跑。我打大哥那一下，就是我碰到大哥的最后一下。我躺在地上，安全帽从来没那么有用过，真的。大哥甚至一边抽烟一边揍的我。我一边躺地下一边求饶，我说哥错了，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们老翟的家训今天就改了 ，Love and Peace forever。最后衷心给各位一个建议啊，就是工地啊，东地汉确实不能抽烟，安全第一啊！谢谢大家，我是戴安宁，谢谢。